这是一根特制的铜棍，棍身重70斤，长度齐眉，根端暗藏玄机，藏有锋利刀头，非普通削棍，统川人不在话下。此棍另可化作双节棍使用，当真是可刺可挡，勇猛无比。这个绿衣老头当真嚣张至极，竟公然当着武林盟主的面说要花10万两黄金取他人头。大家都以为他精神不太正常，不成想这么转过身的功夫，盟主就在房中被人砍去了头颅，而杀他之人正是这位上官任。看着父亲的尸体，无忌悲愤不已。今天原本是他结婚的好日子，不成想大喜却变成了大悲。隔天就带着手下要为父亲报仇，却被帮派长老极力拦了下来。花钱买人头的正是蜀中唐门，他们擅长制毒，却没用在正道上，已然成为武林毒瘤，为患江湖。这些年来，多亏有大风堂存在，才勉强和其他帮派与其抗衡。见他不肯听劝，仍执意要去，长老只能告诉他2个秘密。他们在唐家堡有埋伏的死剑，堂主生前有密剑在白玉老虎里，如今白玉老虎被上官任带走了，在杀上官任之前要先取回此物。随后赵无忌便怀着仇恨上路了，没走多远就遇到了唐门的埋伏，来者一行8人，个个武功高强。好在赵无忌也不是吃素的，仗着一身好武艺，始终占据上风。唐门擅长的就是制毒和暗器，趁他不备之际，3枚飞镖同时射中了他的胳膊。赵无忌头昏眼花，恐有差池，连忙2个飞身冲出重围。毒性太厉害，此刻他站都站不稳，可对方跟了上来，死咬着他不放。突然一个身穿红衣的孩子出现，几人一看，顿时灰溜溜的走了。而此时的赵无忌再坚持不住了，等无忌再一次醒来的时候，已被洪童子带到了无忧市集。这无忧市集是由一群厌倦了江湖纷争的侠士组建而成，来到这里的人再无怨恨纷扰，只需隐姓埋名做平凡的人。赵无忌急忙跪拜无忧宫主人，他一眼就看出无忌心中仇恨，他想劝赵无忌将仇恨放下，可是说的容易，做起来难呢。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如何放下？他吩咐手下去叫活死人过来，睡在棺材里的老头就是活死人。他告诉无忌立即去烟波湖畔去找2个身穿白衣的人救他，留给赵无忌的时间不多了，他就只剩下7天时间的寿命。在听说他是活死人介绍来的后，二话不说出手就帮他解了毒。赵无忌心下感激，询问其名讳，可2人逍遥，无心凡尘俗事，不图他回报，亦不想有瓜葛。赵无忌只好拜别2人，继续上路。不久后，他来到一间茶铺歇脚，无忌正准备休息一番，不料唐门早已在此等候他了。此刻他已动弹不得，眼看敌人准备冲犯，就要玩完，无忌连人带桌被拉到房顶上。原来是好友特意赶来营救他，双方瞬间打作一团。然而唐门人多势众，一时之间竟难分高下。这时一个身穿黄衣之人来到，帮着赵无忌等人斩杀唐门人。不一会儿，所有唐门中人都被解决。黄衣人正是好友堂弟独孤红，因为这层关系，让赵无忌对他深信不疑。如今2人有了共同的敌人，便相约结伴前往唐家堡。距离唐家堡最近的一个小镇，赵无忌决定在这里休息2天。原来大风堂里有唐门的奸细，而这里也有一个唐门的暗桩，正巧有封奸细名单要送过来。到了约定时间，无忌前去会合，可名单一出现，独孤红就翻脸了。原来他竟然是唐门4公子唐玉，这可真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此时财神庙中走出了一个人，接着从4周突然出现了很多人。原来从一开始赵无忌就看破了唐玉身份，所以就直接将计就计，借此查出更多堂内暗藏的奸细。局势瞬间扭转，但结果尚不明朗。无忌虽武功高强，可唐玉也不弱，他有各种暗器加持，未必就会输。不过比之无忌，唐玉还是稍逊些。但是唐门中人又岂会没有后招？不过不光他们聪明，别人也不傻。无忌露出棍中乾坤，继续攻击。唐玉诡计多端，但无忌是真功夫，趁他不备，放出藏在其中的尖刀，一把捅进了他的肚子里。终究无忌的心智，武功更胜一筹。唐玉不甘心，用出1枚火药弹，想炸死赵无忌，却被他躲开了。唐玉自己倒是自行火化了。赵无忌决定伪装成唐玉的朋友，将他的棺木亲自给送到唐家堡，借此混进唐家堡，试探其中虚实。不料就在无忌进入唐家堡后，竟从棺材中竟然出来一个活人。别看他一副状若疯癫的模样，却是唐门中最厉害的长子唐缺。无忌好奇他为何不询问死因，死都死了，对无忌身份更感兴趣。无忌编了个身份应付他的检查。不巧上官任听到消息，此刻赶来，因杀盟主投诚，他已然是
是唐门人。说了2句话，上官任便告辞了。赵无忌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随后，赵无忌便被安排进了客房。无忌连忙穿好衣服出门探查，可刚来到后院，便被护卫发现了。大批人马向他这边聚拢。此时，一个黑衣人找到了无忌，拉着他躲到一个地道中躲藏，通过地道迂回进入了庭院中。幸亏无忌回来的及时，唐缺很快就带着人找了过来。见赵无忌在房中，才打消了怀疑。此天去调查身份的信鸽回来了，让赵无忌没想到的是，他随口捏造的身份竟然真的有这个人的存在，如此彻底打消了唐缺的怀疑。此时，唐门二子和四女回来了，竟是烟波湖畔的那2个白衣人。他们2人因不喜大哥行事作风，因此一直在外寄情深水间，所以即便知道无忌有些情况，他们2人也没有出言拆穿他。晚上，无忌摸到上官任的房间，上官任制住了他，却没有杀他，反而告诉他自己一直在等他来。那晚后院救他的也是上官任，信鸽传书也是他给动的手脚。上官任告诉他，盟主是自杀的。原来为了铲除唐门这个毒瘤，赵无忌的父亲决定牺牲自己，好让上官任得到唐门的信任，再和大风堂里应外合，将其铲除。而白玉老虎内藏着的密件，就是父亲写给赵无忌的密信，让他务必要保护好上官任。虽然这件事有些难以置信，可是见了父亲手书，也只能听从。赵无忌需要先取得唐门的信任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迎娶唐雨。很快，唐家堡就为2人举行仪式。此时突然闯入一批人马破坏，竟然是少夫人和妹妹来认亲了。唐缺上前询问2人的身份，这俩满脑子风花雪月的猪脑壳，2人帮不上忙，还净裹乱。唐缺向2人验证无忌真实身份，任凭他哥眼色使得快抽抽了，他妹这个蠢货还是把他给卖了。唐缺让无忌杀了2人证明身份，幸亏上官任及时上前解了围。唐缺坚持让无忌杀了少夫人，无忌拿着剑真的是进退两难，少夫人却自己扑在了剑上面。无忌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局面，趁着晚上去河边祭奠亡妻。此时唐二银一手江城子出现，这就等于挑明无忌的身份了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可谁又能放下？唐缺此时带人围上了赵无忌，他可不是那等着人杀的蠢货。无忌不敌，只能先行躲避之策。可是院子里也早已埋伏了人，终于清理干净了拦住他的人。无忌匆忙回到院中去拿武器，唐四小姐突然出现，拦住了他。接着唐四便持剑欺身向前，虽功夫不弱，但不是无忌对手。赵无忌此时却突然头晕目眩，原来他早给无忌武器涂了毒。这时唐缺也带着人赶了过来，唐四放言要与无忌不死不休。赵无忌觉得他温柔，不敢相信。唐四说出名言，越温柔越狠毒。赵无忌终于毒发了，倒地不起，趁着大哥唐缺去杀上官任了。唐四小姐急忙将门给闭上，随后取出解药给无忌喂下去。赵无忌服下解药，苏醒了过来。原来他服的药是活死人给的。无忌此时也明白唐四的心，唐四劝他趁此机会赶紧走吧，他根本就不是唐家堡的对手。上官任此时突然带人闯进来，原来西施把唐缺密令偷出，让无忌他们去破坏制毒机关。唐缺此时带人赶到上官任家，屋内早有一人淡定等候他们。原来他是大风堂的司空堂主。大风堂此次准备的很是充分，无忌上官任这边也准备好了，拿着唐缺的密令进入制毒室。这间制毒密室里面机关密布，几人甚是狼狈地穿过了机关，最终成功杀进制毒室的核心。唐缺这边的情况可不甚美妙，任凭他武功高绝，可对方人多，唐缺善使毒，可武功却也不弱。司徒堂主亲自上场应对唐缺。紧急时刻，唐门的人赶来营救。唐傲提醒大哥中了调虎离山，唐家堡内众人也已破坏完成。2人与赶回来的唐缺碰上了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那就杀吧。赵无忌一人单独对付来唐缺，上官任这边也是尽力的搏杀。很快花园里面就剩下他们仨，这3人又再一次厮杀了起来。赵无忌、上官任2人轮番上阵，赵无忌的铜棍中也暗藏玄机。最后3人索性来了个徒手打。而此时唐缺的手下持剑赶来，不料他突然一剑刺向唐缺，原来他就是大风堂安插在唐门的终极死剑西施是也。赵无忌从妹妹手中救下唐四，上官任不接受，坚决斩草除根。唐四小姐也不能坐以待毙，她告诉无忌欠他的来世再还，然后唐四小姐就引剑自刎了。唐傲因救她悔得肠子都青了，2人此刻都背负了血海深仇。纵使2人并非争强好胜之人，可也都是没有自由的棋子罢了。
唐傲最终死于上官人的暗算，临死前拼命把上官任带走了。至此，蜀中唐门彻底成为过去时。江湖上其他门派想奉赵无忌为新任的武林盟主，看着这满堂的灵台烛光，他的心也跟着他们死去了。为了所谓的大局，所谓的江湖，朋友、亲人、爱人差不多全没了。最终，他选择了回到无忧市集。这部《白玉老虎》上映于1977年，古龙先生亲自编剧，楚原执导。这部剧狄龙难得没有作配，整部影片情节曲折跌宕。好了，本期故事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